这是一个高度秘密的神秘的一个职业，他们是隐秘战线的，是一些真正在幕后默默守护家国安全的人。参演之前就是会觉得像所谓间谍，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离我们生活特别遥远的，感受他们所要承受那个压力，真的是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承受下来的。他们是一群非常伟大的、非常默默付出的一个团队。他们的守护才有我们的岁月静好，所以是值得我们非常敬佩的人，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传奇，是心中的英雄。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欣欣，欢迎来到在场，也给大家拜年啦，新年快乐！那大年初一呢，有一部电影正在上映，就是《惊蛰无声》。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影的主创张艺谋导演，还有演员易烊千玺、朱一龙和林博洋来和大家聊一聊，也给各位老师们拜年啦。那先来和人民日报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导演。人民日报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艺谋，给大家拜年，新春快乐。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易烊千玺，祝大家新年快乐。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朱一龙，祝大家新年快乐。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林博洋，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大吉。导演，那我们也知道《惊蛰无声》这部电影是我国首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电影，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来指导这样一部国安题材的影片呢？严格意义上我也很荣幸，原来有这样一个剧本，也是国安他们选择了我吧，所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也感兴趣，所以在全程在他们的指导下，从剧本阶段开始不断的开发，我们大约磨了1年多的剧本，后来都满意了，然后也请到了我们想请的演员，所以都万事俱备就开机了。首先我自己觉着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是因为它比较稀缺。我们过去看了很多谍战，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看谍战，但都是年代的，也有很多传奇吧在里头。所以像这么聚焦当下，而且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以及是从生活中来的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很考验我们在剧本阶段就要打磨的比较结实，比较扎实。所以也是有一次对我来说很好的一次锻炼，去接触这样一个新题材。那我们最后片名定为了惊蛰无声，取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原来的剧本到我手里就叫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不错，我也觉得挺好。我也是想强调一下，大家都是在一种无声的沉默的一种战斗，都是无名的英雄。对。其实不少人都觉得国安其实和普通人的生活好像离得挺远的，不知道导演和几位老师就是在创作这部影片之前是怎样的感受，那现在创作完了之后有什么新的体会和感受可以和大家分享吗？我们其实了解的还是非常有限，我认为现在仍旧离我们很远。我认为他们是隐秘战线的，是一些真正在幕后默默守护家国安全的人，所以是值得我们非常敬佩的人，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传奇，是心中的英雄。所以我其实没有见过几个在一线的，我相信人家也轻易不会让我们看，说白恐怕大隐隐于市嘛，对吧？所以可能也是像老百姓一样的，但只是我们接触的都是影视处的一些他们宣传口的一些负责的同志，也请了一些内行来给我们讲一些技术方面的专家。总之觉着其实就像我们看普通的国外的电影一样，这个谍战始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类型，而且这个类型一直长盛不衰，在全世界影视剧和各种东西，小说、文学各种，就谍战是非常吸引人的，人们都是非常为里边的这些孤胆英雄们所佩服。你仔细想，为什么大家喜欢这种类型？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在这个类型当中特别能考验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坚持，
他的无悔和他的这种沉默奉献，尤其是坚守坚持，他真是很考验人，考验忠诚，他只能对国家忠诚，他才能做这些事情。你像我们触及到的许多这样的案例，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间谍来策反我们，让我们出卖国家机密。我看新闻当中也有这样的介绍，都真实的很多案例，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越是这样子，其实越是能看出人性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电影里边，除了讲这些故事之外，也希望进一步的剖析人性。导演嘛，总是喜欢在这种强冲突底下，一种心理，去剖析它，去展现人性的一种复杂性。千玺呢？千玺觉得，现在就是你接触到的，原本可能在参演这部电影之前，你想象的国安的工作人员或者说间谍，有没有这样的想象？那参演之后呢，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参演之前就是会觉得像所谓间谍会，是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的，离我们生活特别遥远的。那其实演的时候，多找了他们的资料，然后看了看这方面的东西，然后直到演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像导演说的，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见到过几个真的在一线上的国安干警，那我们可能也一直都不会见到他们，那所以这个始终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可能就很难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或者说视觉上的概念，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完全的写实的表现出来，可能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吧。那一龙呢？在之前有没有可能也对间谍或者国安的工作人员有一些想象？那真的参演之后有一些什么变化吗？是真的演完了之后，跟着剧本走了一遍之后，就感受他们所要承受那个压力，真的是不是一个让人能够承受下来的啊。然后感觉他们也是那么的孤独，很多时候不能去展现自己全部的样貌，包括表达自己的情感啊。不管面对家人、面对同事、面对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自己的某一方面吧，就不能完全去展现自己。博洋，我之前就觉得国安特别的神秘，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吧。一开始可能都是从新闻或者是影视作品当中才会有看到像国安这样的两个字存在，但是这一次接触以后就会发现，就像刚刚龙哥说的，他们是一群非常伟大的、非常默默付出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这次我们几位因为都是国安小队的成员，我们能去饰演他们，就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团队带给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就非常的荣幸啊。导演，您觉得拍好它的关键在哪？那除了故事之外，其实故事的逻辑和它的因果，还有它的人设、它的情节，都要源于真实的案例和源于真实性。那么什么是这一类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无从查起，我们都是从影视和文学上看的，所以需要国安的很多同志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跟我们讲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有经常我们在剧本间呢，就是编到一个情节的时候，碰到这个事儿怎么弄，我们当然有10个想法，应该怎么弄，那么人家就会告诉我们这个都是影视上的方法，可能这个方法我不告诉你具体的，但是可能你这个方法不行，应该从某一个逻辑去考虑，换一个角度考虑，经常是这样子的。其实人家也未见得告诉我们真正的方式，因为很多东西是保密的，那只是告诉你一个思考的方向。突然你就会茅塞顿开，其实不是的，那么应该考虑的是什么情况，会怎么样，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很神秘，一方面非常科学，高度科学，甚至对人性的考量是非常科学性的。所以其实就我自己做导演，我就有了很多
长了很多见识吧，长了很多见识，就觉着其实我们想很多情节未必要那么多么离奇，让他从人的角度，从故事、从逻辑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去想，有时候可能更准确吧。所以我们其实从剧本打磨的这个阶段，国安部门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从一开始就是，就包括除了剧本打磨之外，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他们全程都有我们的顾问在现场，也随时请一些专家来，我们随时跟他们联系，甚至一个场景的设置，一个墙上应该写什么字，桌子上摆什么颜色的电话长什么样，摆在哪里，摆几个，我们都是要请示问他们的。就这些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细节，包括他们的衣服，包括他们要想干什么都要。比如说，一龙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枪套，在里边？那么这个枪套的颜色、枪套的方式，背到身上的方式，什么都是。当然，简单的掏枪啊，去追击啊，去追踪啊，各种简单的动作是必须要去教给你的。但除了这之外，他们跟公安还不太一样。跟公安还不太一样，包括你迁徙里边说我是国安的，我要征用你的车辆，像这样的你出示国安的一个证件，你怎么向社会人士寻求帮助，都是有很多科学的这规矩，有规矩。这次饰演的是国安干警、国安小队，那演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你们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千玺，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尽量还原出他们处在那种高压，然后但是又高度敏感，始终在判断和那种敏锐度，就是那些很微弱的气质，同时你也要让他隐在人群里面，你的气质还不能过于的，总之就是比较微弱的一些气质的把握吧。就这个平衡和这个度很难拿捏。那一龙觉得？因为就像导演刚才说，我们见过警察，然后见过交警，但是我们肯定没见过国安的人员，所以要演国安的人，我是觉得一定在演员的这个角度上，我得把他的情感做得扎实，然后让他所有的生活逻辑上面，让他更显得是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能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对我来说在塑造他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就像我们平时日常是见不到的，而且要给自己做很大的一个心理建设。像我在我们队伍里面是属于技术性人才，所以呢，我就有很多需要去操作键盘，包括操作无人机，很多操控的戏，就包括要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和专业，然后也看起来非常的酷炫。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我在整部电影里面我觉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我需要去克服的最大的难题。刚才导演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说到谍战，其实会更多的想的好像是那个年代几十年前，有点像潜伏那样的形象。那这次的电影咱们是聚焦当下这个国家安全和谍战的题材。导演和各位老师觉得这个意义？其实刚才三位演员说的，我觉得他们回答很有趣。我自己还在想，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一遍一遍告诉我们，真正的间谍你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矛盾，它在人群当中是完全不会被你注意的。但是拍电影是一个艺术的呈现，是吧？还要演出来小的眼神，还要看出来一个所有的小动作，要告诉观众这里有剧情，所以它其实是外化的，它其实是我们艺术的来外化。所以三位演员讲的就是从内心去体验他们这种人物的一种这种规律，但其实他还是要用艺术的表演方式让观众看出来。你观众都看不出来的话，那还拍啥电影，对吧？就找不到人了。所以你问三位演员，我们都没有见过，
可能也是见过的，只是我们对，我们不知道。让你见的人是，不怕让你见，不让你见的就是不会让你见，因为这是一个高度秘密的神秘的一个职业。为了充分的展现这个谍战的可能一些惊心动魄的感受吧，所以咱们这部电影用了很多的特写镜头。对，也不是很多特写，就是特写和大的，包括特写和无人机的这个反差。我们有很多空中的无人机的镜头，空中也有一只眼，有一个视点，就是从这么大的景别直接跳到演员的很大的近景上，是非常大的反差。也希望能有一种新的空间感。另外就是能经得起拍的演员的近景，就拍。我觉得我们这几个演员都经得起拍，一个是他们这个脸本身有魅力，有形象的魅力。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眼睛能传达出他们内心的丰富的情感和复杂性。所以我就这次就抵近拍摄，用了很多抵近拍摄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爽，我自己觉得。那从各位演员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这样的抵近拍摄，会不会有挺大的压力？会吗？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很难去分辨哪个是大近景，哪个是中景全景，就是不太在关注机位的设置上，我们可能更专注在戏的这个完成度上。那在导演的组里面，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效率非常高，很多的台机位的拍摄，所以我们的节奏非常快，然后演员的环节也不能多拍很多遍，不能掉链子，我们就也得在这个配合大家的速度的过程当中。你能觉得吗？对，导演我们不会有专门说我们拍个全景、拍个中景、拍个近景啊，我们所以没有切换镜头时候那个压力。导演经常给演员的自由空间非常大，经常我有一场戏，比如说我在室内的一场戏，我的走位是完全不用固定的。当然觉得你在现场你有什么下意识的感受，或者是你有什么动作想做的，你随时可以做出来，因为现场总有一台机器可以抓到你当时的你的情绪、你的表演，所以就没有说静静的压力吧。就是完全投入在这场戏里面，然后从头到尾的连贯性。那刚才也说到啊，就是在影片中，千玺和一龙饰演的是一对师兄弟，可以说既是战友，他也是对手。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对手戏。刚才导演也说，其实要展现的是心理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一些心理战。那两位演员是怎么在这个就是拿捏这个度，把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变化很好的、恰到好处的表演出来？其实进到现场真正开始演之前，导演会对于我们的重要的场景的戏份，会拉着我们过很多遍的剧本，去调整我们的台词之类的，然后去怎么样精炼出更准确的一些我们的对话，去表达我们的心理，然后我们话下面的潜台词之类的。所以当这部分工作完成好之后，进到现场，就是一切就比较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就出来了。其实像你刚刚说恰到好处嘛，其实有时候导演有时候追求我们之间的对手戏，有时候希望我们能有多异性啊。在同场戏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导演希望我们两个在表达上面，有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是那个最后的目的地是在什么地方，但我们两个在表演的过程中，希望能够给观众看这场戏的时候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在这场戏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在想什么，其实要传达给观众不是那么的具体。对。那两位在演对手戏，然后或者说同场飙戏，现场有没有一些相互激发，然后带来一些就是灵光一现的一些临场发挥？这个其实常有，生活中常有，就是表演中常有，它经常会有，因为我们都是希望演员会有即兴的东西。刚才千玺讲的那个工作流程，一龙也讲了，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在剧本阶段，我跟两个演员详细的沟通好。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场戏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是敌人的卧底，那我们当然都很惊讶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卧底，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是谁。哪怕你亲如兄弟，你也不知道，他都有可能，你谁都不能相信。
但是你要又有基本的信任，你对他的理解。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跟演员讨论好了以后，他们在现场自己发挥。当然按照规定说的台词之外，他们自己有很多小的非常微妙的东西。所以这次的好处就是，我们的机器多，7、8个机器围着他们，漏不掉他们的每一秒、每一寸都漏不掉。所以他们这次就是演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俩有一场吃完饭以后在家里边，俩人有一场对手戏，我觉得就很好。当时我在现场看，我觉得就超过我的想象。他们并没有演不信任，也没有演信任。总之是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你知还是我知，我知还是你知，对吧？所以两个人的眼神中传递出来很多丰富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恰巧是导演要的，也是他们两位好演员所能在现场发挥出来的。也是那个底镜拍摄的大近景能传递出来。那这一次也是千玺和导演的第2次合作，从《满江红》到这次的《惊蛰无声》，导演觉得千玺有怎样的变化和成长？他比原来要成熟很多，他出道早，锻炼的早，所以他现在已经很从容了。他具备了超过他年龄的那种沉稳和经验感。我作为导演，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超过他年龄的一种经验感，尤其在现场。千玺这时候他已经过了这个了，我认为这个在他的年龄还是不应该过的，其实他就过了。他现在在任何剧组吧，他就过了那个临场的慌乱感。至于说演的角色的好和坏，到底是不是精彩，要看这个剧本，看这个导演，也要看演员的发挥。他过了这个临场的慌乱感，能很沉稳的进入，很安静的进入角色。他的这个成长是，我还当时说，我说你进步了，我就指的是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通常在30多岁才会有，就很难得。就是他还是跟他出道早演了很多东西有关，他合作了很多导演，也适应了很多导演的工作方法，所以这个是有关。所以他就跟飞行员一样，我认为表演就是飞行员，你飛行1000个小時和你飛行10个小時絕不可同日而語。表演是什麼？表演就是實踐。你實踐了這麼多部電影，你一定是長在你身上的本事、悟性都長在你身上。所以他現在就是少年老成的一種狀態，我覺得這個就非常好。我們常常說這類演員是面嫩心老，我们说四个字，面嫩心老。哎呦，好了，你看着是青年少年，但是你内心可以演复杂的东西。那像一龙这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跟他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我看过他很多作品，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成熟演员和一个就是一个完整一种完整性。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从台词到动作，到内心，到爆发力，到掌控，到即兴发挥等等这些技术性的层面，他都 OK 了，都 OK 了。就演员这一辈子，他们可能演100部电影，100个角色，哪一部是他的代表作，他们自己未必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知道吗？都不知道。但你一定最后有一个角色是最能发挥你的，所以演员终生都是在备战。他其实都是在备战，他在等待、准备、磨练。他等着那一刻绽放。演员的这个职业是很有魅力的，我自己觉得。包括林博洋也是，他是个年轻演员，第一次跟我合作到现在，也是有几部戏都是演配角，就在锻炼，就是现在要锻炼。年轻演员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锻炼，多学习，多观察，多跟同行学习，多跟前辈学习，多跟他们有经验的演员学习。你看，你跟宋佳和张译这一场，
他俩就带着嗯就特别好，对吧？你记得吗？好几遍以后，最后那一遍，我看张译过来还拍拍你，这宋佳也拍拍你，就觉得很好。就是他们跟这些老演员就会有成长。所以其实表演说神秘也不神秘，就是实践，反复实践，然后要有悟性。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对。那也想听听三位演员老师，这一次和导演合作是怎样的心情，或者说有什么收获和成长吗？我感觉我就是在这样，从《满江红》那次开始，就是在这样快节奏的、有效率的剧组当中，然后同时还在对着剧本文本有一些打磨的这个环境里面，我是越来越在这种情况下，我越来越能适应，越来越自在，并且自己的脑子里面也会激发出一些新的东西。对，相比以前在这样的组里面，我觉得我是有一些小成长的。那张导形容您是面嫩心老，对，千玺怎么看？这个还挺开心的，挺开心的。那一龙呢？第一次跟导演合作，有导演说的那种就是很紧张，或者是我觉得就是享受，因为享受跟导演合作，然后享受每天，因为导演精力真的很旺盛，然后享受每天跟导演一块讨论剧本，然后享受在现场跟导演每天的拍摄，不断的讨论人物的细节。因为之前我也说，因为我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一谋导演在我们后面的这些学弟学妹，对，我是他们大师哥，是学弟学妹，是等于是我们上学的第一年开始就不断的在学习一谋导演的电影，然后他调教演员最后表演呈现的方式，所以今天就是能有机会跟导演合作，所以就是尽量去燃烧自己吧，然后不辜负导演的信任。博洋呢？我应该是那个最幸运的人，就是其实从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就是拍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坚如磐石》，到这么多个不同的题材，就每次导演在拍摄不同的题材，我也能顺带着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新的尝试。我觉得就是把每一个角色饰演好，就像刚刚导演说的，就是未来也要做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成长，多跟几位前辈老师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导演在现场眼睛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8个机器监视器，他完全真的都能够兼顾得到，而且对于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是照顾得非常好。他很照顾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会到旁边来跟我们讲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暖心。刚才一龙也提到啊，说导演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我看到有那个就是拆条的，就是宣发的物料，说导演的秘诀是喝奶茶吗？都不是奶茶太甜了。没有啥秘诀，就是自律吧，自律。我们这个年龄其实是我认为晚饭要少吃，这是一个。第二个要每天运动。还有一个，我们很有幸从事这样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脑力的锻炼，脑子是一直要用。比如说我看监视器，我们通常是8个，再加一个无人机，再加2个监控，通常是10个到12个。他不是光看画面，是吧？所以他就要看戏，要确定这个戏对不对。我好像就锻炼的可以，所以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这就是锻炼出来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这双击、3击、4击、5击、6击、8击、10击，到现在我不仅是能看出戏哪一块准不准，我还能知道哪个机位虚了一下。摄影师有时候都没注意，我9号机刚才虚了一下，他过去一看刀法还真虚了。我经常是这样，所以。跟脑子一样，我认为是要锻炼，就是要自律，要健康，要锻炼。同时，这种东西要锻炼，眼力、精神、思维、创造要锻炼。所以还是很幸运，我们是干的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其实你们都应该很幸运，我们干的是创造性的工作。你们
演一辈子，到你成了老头了，演一辈子，你还是在调动情感，在创造一个人物，所以你就不会老，你就会活得长。所以我们还是很幸运吧，就是因为国家强大，国家安全，我们岁月静好，我们才都在这里做艺术，做创造。像国安战线上他们这些默默无名的这种无名英雄，他们的守护才有我们的岁月静好，才有了我们创作，才有了我们这些老当益壮的，还有他们这年轻的这个新一代，才有了我们的工作吧。导演说的特别好。那我们回到来聊聊角色。千玺这次饰演的是严迪，你觉得严迪在你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严迪是始终坚定的。然后他比较厉害的点就在于细致入微的对于细节的观察的敏锐度，然后他始终都在很高强度的执行和判断之中，所以可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基本都压在行动里面，让他基本都引住，尽量在工作中不被大家察觉。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敏锐的这么一个副队长。那一龙这次饰演的是黄凯，你觉得黄凯在饰演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他的心理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每次的选择吧，因为他有很多独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戏份，所以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电影其实拍现在我们都是分开跳跃的，对，都是跳着拍的，所以有时候可能独处的戏份我们可能这几天要把它拍完，所以就必须导演就会跟导演沟通好，确认好，说他在这段时间之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过程、心理变化，所以把整个拍的过程中把他人整个心理的脉络，然后和情绪的变化之后把它弄清楚了。我们看到预告片中用了3个词，分别是压力、欲望和良心。你觉得这3个词在黄凯身上是怎样的一种呈现？这个说完我感觉就剧透了。不能说的太细，被别人渗透和策反，所以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其实也是我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一种我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人性的复杂和挣扎。对我们导演来说，我们更关心几位演员在人性的复杂上的一种呈现。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几位都做得非常好。这个跟剧透没什么关系，就是他们2个本身也是我们审查的对象。因为当我们接到情报，说我们可能内部有问题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很多纠结，有很多挣扎，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又希望平静，又希望冷静。所以这种人性的纠结、挣扎、复杂和多元的这种内心世界，是讲故事必须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更喜欢的是如何刻画人性。任何事情就是这个人性是我们的主题，我们通过人性的刻画，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一个故事。所以2位演员这次他们在很大层面上就是要去反映这个复杂的一种人性，一种人性的纠结。那这次和国安的合作，不知道导演和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或者说是想和我们奋战在隐蔽战线一线的这些战士们说的呢？导演，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你们，但我知道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源于你们的默默守护。我拍了一部关于你们的电影，希望你们喜欢，希望你们春节愉快，阖家幸福。千玺，
希望在一线的国安干警们注意安全，然后我们尽量用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工作去回报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样安全幸福的环境。一龙，我觉得向所有的国安干警致敬。我们总觉得离他们很远，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如果你发现了一些可疑的问题，可以马上举报，这跟就是我们也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希望大家能平安。霍阳，对，我补充一下，如果遇到任何的感觉可疑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拨打国家安全热线12339，也希望你们多多的注意安全。在这儿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也有个问题是我的私心想问，为什么国安的电影会选择在大年初一这个春节档上映？为什么？其实最早呢，跟国安他们讨论，我们就锁定了大年初一春节档。我们知道它可能在类型上不是合家欢，不是喜剧，但是我觉着春节档是中国第一大档，我们应该百花齐放。我很希望开辟另一个赛道，我相信，希望这个百花齐放。还有一个就是，也许这个赛道我们开了一个头之后，可能以后后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吧。也可能是在团圆的时候，反而大家更能够理解。对，它是这样的，它其实在某种情怀上是暗合的。就今天的阖家幸福、阖家团圆，是因为有人默默奉献、默默守护。所以他从这种勾连上的情感上，到最后你看完《惊蛰无声》以后，你的离场感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情怀的想象。那团圆的时刻，可能更能够明白守护的意义。那在这里呢，也向始终奋战在隐蔽战线一线的无名英雄们致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断的增强自己反间谍的意识和素养，我们共同来维护国家安全。也再次感谢导演和3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在场栏目。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更多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人民日报新媒体，我们下次再见。好，再见。导演说了好多马，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上发财。希望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工作顺利，马到成功。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然后好运连连。祝大家新年快乐，策马奔腾，最重要的就是马上发财。